嫁给裴启3年，我为他生病的妹妹做了3年的移动血库。3年后，他妹妹痊愈，而我身体透支，无药可医。我在婚床房里痛得浑身冷汗，裴启在妹妹的床上房间嬉笑温柔，哄她入睡。可当我提出一拍两散，他却狠狠掐钳住我的脖子，用最温柔的语气下最歹毒的诅咒：糖糖，你跑不了，我会没收你的证件，辞掉你的工作，停你的卡，封掉你的交际圈，我会把你锁在家里，永远不能离开。我笑笑，定了2块目的，既然想恶心我一辈子，那我只好先送他们一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抽完最后一管血，我感觉天旋地转，浑身脱力。我踉跄地想寻找一张可以依靠的椅子，却先落入身后的怀抱。同款沐浴露的香味进入鼻尖，不用回头便知是我的老公裴启。他喜悦地颤抖着，嘴里不停说谢谢糖糖，这3年真的谢谢你。好在一切就快结束了。今天是他妹妹裴离的最后一次治疗。裴离天生熊猫血，血库紧张，资源难求。好在作为嫂子的我也是熊猫血，为这个平日里乖巧懂事的妹妹输血3年。这场硬战才算告捷。病房门开，裴离乐颠颠地扑进裴启怀里，仰头嘬啄了口他的脸颊。他们兄妹向来这样亲昵，这下离离可以陪哥哥一辈子了啦。裴启宠溺地揉了把他的头，朝我抬了抬拱拱下巴。你能痊愈，全靠你嫂子，还不去抱抱她？我笑着张开双臂，准备迎接热情的扑撞，可他只是淡淡地抱上我，胸与胸之间还留着几公分的缝隙，并不亲切。嫂子，谢谢你。耳边传来他压低的笑声。现在你可没用喽。说起来，给裴离输血有2个原因，一是我与裴启恋爱长跑，修成正果，算得上知根知底。这些年我在职场摸爬滚打，一路高升，也借吃了不少裴家企业的助力。二来，裴离和裴启兄妹情深，平日就住在我们的婚房，一家人时常挤在一张沙发上看剧，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家人，现在你可没用喽。一语掷地，浑身剧抖，如坠冰窟。我不敢相信，他的亲近与乖巧全竟是伪装，全是为了榨干我的血，救活他的命。我气得发抖。裴离，你敢不敢再说一遍？裴启关切地走到裴离身边。离离说什么了？声音颤抖。他说，现在我没用了。裴离一脸无辜地圈住裴启的手臂。哥，我没有。嫂子是不是幻听了？裴启仍处在喜悦中。我看也是。糖糖高兴糊涂了。我听得一清二楚。够了。裴启沉下脸。离离平日里最喜欢你，你怎么能污蔑一个孩子？我看你是抽血把脑子抽傻了。我抽血是为了谁？不如他把血还给我好了。裴离仿佛受了惊吓，直往裴启怀里钻，发出委屈的娇啼。裴启一边轻拍他的背，一边冷冷瞪着我。离离刚痊愈，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好吗？季糖，你发小脾气我不怪你，但如果吓到离离，病情复发，我一定饶不了你。他拥着裴离离开，走得决绝，没有叫我一起回家的意思。我也根本不想和他走。我以为这一日已经足够崩裂了，可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。我坐在血液科，捏着属于我的报告单，面如死灰。季糖，你知道频繁抽血有多伤身体吗？对面一身白大褂，干净清爽的男人是苏介白，
我的大学学长。他眼里满是不忍，声音突然低哑：报告还没出，但有白血病的可能。不过季堂，我尽全力救你。裴启没给我留车，是苏介白开车送我回了家。拧开大门，明亮的灯光刺破黑暗，动感鼓点音量极大，震得我头晕目眩。大厅中间，两兄妹两人正用彩带装点圣诞树。见我回家，裴启兴冲冲地递来彩带，让我帮忙缠绕，仿佛刚才的争吵从未发生。圣诞节不是刚过完吗？他硬将彩带塞进我手里。离离痊愈这样的好事，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我僵在原地，只觉那彩带像块烙铁，灼烧掌心。裴启，我可能生病了。裴启不以为然，生什么病？医生说，也许是频繁抽血导致的白血病。裴离眼神一慌，贴上他的肩膀。哥哥，他突然不耐烦，抽血，为什么你总要强调这2个字？你为离离付出的这点事，非要时刻挂在嘴边吗？这点事，这3年我既辣既甜，早上6点准时出门跑步，不敢感冒，不敢生病，就为了血液质量好一点，妹妹好得快一点。难道在他眼里，这些坚持都可以忽略不计？裴启，在你眼里，我的付出一文不值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义务给裴离输血，我不用裴家记我的恩，是因为我把你们看作一家人。裴启拍桌，脸黑得厉害。你要真拿我们当家人，就不会计较这些。气得我笑出声来。到底是谁没拿对方当家人？不如你问问裴离，他今天都对我说了什么？裴离扑通跪在我面前，眼含泪光。嫂子，离离知道你讨厌我，只要你能消气，离离愿意把血都还给你。他边跪边哭，梨花带雨，倒显得冷眼相看的我像个恶人。可那个虚伪的恶人，分明是他自己。我面无表情。好啊，你还给我。裴启把我狠狠撞在墙上。季堂，给离离下跪道歉。我跪裴离，我冷笑。你就不怕他折寿？做大买卖的多少信神佛风水？裴启也不意外，他青筋直跳，却只能咽下怒气。不用下跪，只要你向离离道歉，我可以当这事没发生过。我偏不道歉呢。裴启手指门口，那就离开这里。我径直路过，主人姿态坐在沙发里。我不道歉，也不会离开这里。这套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一半归你，另一半归我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权利让我离开，但我有权利让裴离走人。裴离顿时慌了，抱住裴启的腿不松手。哥哥，不要赶离离走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哥哥别为了我和嫂子吵架，不值得的。离离没那么重要。说着说着，裴离伏在地上，气喘吁吁。哥哥，离离好累，好想去安静的地方睡一觉。一股白莲味呛得裴启双眼通红，大横抱起裴离冲上楼，没给我一个眼神。今晚卧室，3年前定制的婚床，只剩我一人。持续的疼痛蔓延全身，我蜷成一团，冷汗沾湿了床单，疼痛开始加重。我开始看不清东西，想开口求救，又发不出声音。隔壁传来的撒娇和大笑却钻进耳朵里，被迫听到它，只能听到它，像被钉在砧板上的鱼，听着油锅的炙烤。我用尽力气才摸到手机，毫不犹豫地拨通120，等救护车驶生进院子。裴启不耐烦地跑过来质问我：一个贫血而已，至于叫120吗？离离刚睡着，都被你吵醒了。季堂，你真做。他气势汹汹地冲过来，看到我惨白的脸，又顿时慌了，一遍遍伸手抱我，
手上还沾着裴离的味道。我嫌弃的干呕，一脚踹开。裴启焦急到连生气都忘了，扳过我胡乱套上衣裙，说要和我一起去医院。刚要离开，那抹楚楚可怜的白色身影挡在门口。裴离捂着胸口，泪光点点，声音比我还要虚弱。哥哥要去哪？离离怕，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。裴启一时犯了难。离离乖，我和你嫂子要去趟医院，很快就会回来。裴离顺着门滑在地上，气喘吁吁，一套又一套，不就是为了留住裴启吗？我可不管他那臭毛病。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去趟医院？裴离一愣，啊，我这样就不会留你一人在家，况且你这样子是该去医院好好看看病。裴离低头瞪我一眼，开始装疯卖傻。我讨厌医院，不要去医院，不要去医院。哥哥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哥哥搂在肩上的手终究缩了回去。裴启抱歉地看我一眼，糖糖对不起，离离这个样子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我就不陪你去了。有事随时联系我。我没给他一个眼神，只含笑盯着裴离。他偷偷笑，试图从我脸上找到一丝震惊和难过，可我目光极淡，甚至加深了笑意，倒不是硬装。今天的种种颠覆了我对裴家的印象。裴启的恶劣已经是意料之中，我早有准备，也放下的还算干净。在他不甘的注视下，我平静地从他大腿上迈过去，让他羞愤不已。突然，一段清装剧的经典台词闪过脑海，和此情此景格外相似。我忍痛扑哧一笑，转头说给他听：裴离，有病就找医生，你哥又不会治病，有这功夫，还不如多喝2瓶脑白金，好好治治你那脑抽的毛病。裴启竖眉，指着我大吼：季堂，别在这里发癫，你是离离的长辈，为什么总是和离离过不去？离离，离离，离离，一口一个离离，听得我头疼脑热又犯恶心。我转头呵呵一笑，好啊，离就离。我还记得裴启先从错愕到摇摇欲坠的模样，他是众星捧月的贵公子，哪里经历过被人抛弃的感受？隔了一夜，他带裴离来到病房，他好像学乖了，坐在病床边替我削苹果，挺好笑的。结婚3年，他高傲的不曾为我倒过一杯水，一提离婚，竟低眉顺眼的削起苹果来了。转念一想，他平日里为裴离做饭、哄睡，甚至连他生理期染血的内衣都由他清洗，区削一次苹果，凭什么要我心软原谅？我只会更想逃离。我笑着说：裴启，离婚吧。他手一顿，刀刃划出一颗血珠，裴离当即把那根指头含进嘴里，泪眼婆娑。裴启眉头一皱，眉头一跳，不自然地抽出手指，引得裴离一愣。他心思只在离婚这件事上。堂堂，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舍得？我认识的季堂不会这样心狠。我指指窃笑的裴离，不如问问你妹妹，她支持离婚不？裴启一回头，裴离又换上可怜的表情。哥，如果2个人不再爱了，就别难为彼此了。最希望我俩离婚的人，当然是裴离。裴启拍桌，谁说不爱了？裴离怯生生地开口：哥还爱嫂子，可嫂子已经有新的感情了。我康复那天，是一个男人开车送嫂子回家的。裴启震惊地看着我，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不是你们兄妹俩把车开走，丢下我一个吗？裴离，可今早那个男人从你病房出来，看样子是待了一夜。他是主治医生，我的大学学长，看我没家属陪护，在这守了一夜。在你看来，男女共处一室度过一夜就是有事，
那你和裴启睡在一张床上也是有事？裴启突然暴躁，我是他哥，我兄妹就能同床共枕，你不妨问问裴离，他到底有没有拿你当哥哥？裴启抬手挥来，刺痛没有落在脸上，他被满身白大褂的苏介白一把扣住。裴启横眉，你就是那医生，你守在女病人病房一夜，就不怕其他病人说闲话吗？苏介白甩开他的手，清清白白，为什么要怕？但家属不来，可是要被说闲话的。我裴启，少在这里发疯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裴离又扑进裴启怀里，失声痛哭，娇声痛哭。哥哥，他们一唱一和，肯定早就好上了，你还是成全嫂子吧。裴启脸已经黑透了，咬牙切齿地盯着我。季堂，你和我离婚是因为养了这个奸夫吧？你放心，这婚我绝对不离，我不会成全你，哪怕你心不在我这，身体也只能永远锁在我身边。裴离这下傻眼了，当即捂住心口，伏在地上，以求他哥哥的怜爱。可他哥哥没给他一个眼神，倒是苏介白把他提起来，他朝门外一喊，几名护士架起裴离，向门外拖去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哥，我不要检查！裴启惊慌，你们干什么？苏介白散漫一门，当然是救人了，真病假病，一查便知。健康的报告撕开了裴离的假面，这下他真哭了，拽住面若冰霜的裴启，哥哥，你要相信我，离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是我太爱哥哥，想时刻陪在你身边。他沉下声线，亲生父母已经抛弃了离，难道你也不要我了吗？提及亲生父母，裴启面色软了下来，而我却僵在原地。裴离是你们裴家收养的。裴启没否认，尴尬沉默。这些年他从未和我说过，他任由裴离公主抱亲，躺在一张床上哄睡，为他洗沾血的内裤。这些过分的亲密来自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，而我却用兄妹感情好，为我的吃醋和不适找尽借口，甚至还答应他为一个对他有非分之想的女人输了3年的血。这是诈骗，一场针对我一人彻头彻尾的蒙骗。我甩了裴启一个耳光，又扬手朝裴离甩去，却被裴启拦住，扔在病床上。离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把血还我，或者我们离婚，你来决定。还血意味着要裴离的命，他格外坚定。还血不可能，那离婚？裴启凶狠地扼住我的脖子。季堂，你又想逃？前3年算我欠你的，我发誓今后会补偿你，爱护你。拍拍掐住脖子的手，就这样爱护我。他慌乱地缩回手，双手一空后，把我狠狠圈在怀里，挣扎不得，用最温柔的语气下最狠的诅咒：堂堂，你跑不了，我会没收你的证件，辞掉你的工作，停你的卡，封掉你的交际圈，我会把你锁在家里，永远不能离开。家里3、5个佣人守着我，不许我出门，连站在阳台透风都要限制时间。我试图给上司打电话，借工作之名接我出去。电话那头，上司冷言冷语，冷声冷语：就在昨天，你手头的客户已经将赞助全部转至裴氏，你老公的裴氏对于你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，总部决议将你开除，并永久列入行业黑名单，这代表我将永久失业。我冲过去质问裴启，他不紧不慢，不急不慢地捏把我的脸蛋，仿佛逗弄一只小猫，一脸得逞。这不正好吗？你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我可以养你。一旦离开我，你便身无分文，流落街头喽。不道歉，不补偿也就算了，他还偏要赖在我身上，
一遍遍将他自我感动却恶臭至极的爱涂抹我、沾染我，恶心又难缠。我本该美好的人生，不应被加害者理所当然地夺去，夺一辈子，而已经夺去的，我却该理所当然地讨回来。对兄妹两人的杀心，在此刻燃烧到极点。比起裴启，裴离更好应付。他的痛点在于他哥和被抛弃的经历。换句话说，让裴启厌恶他并赶出家门，是对裴离而言最有力的报复。为此，我隐瞒众人，家里安装了几个监控摄像头。很多次，他以为我在卫生间洗澡，便摸进我的梳妆台，偷偷戴上裴启与我的婚戒，抬起手对着光，痴迷地欣赏。殊不知，我在浴缸里一边截图，一边弯起唇角。当然，我的报复征讨不会结束。某次，他端来我常吃的中药汤，说起从前的误会，一脸抱歉，请求我原谅他。他演得得很好，难怪裴启那样怜爱他。可惜我早在监控里看裴离向中药汤里下毒的凶狠模样，并截了图，为他的履历再添一笔。裴离贴心地吹凉药汤，我淡定地注视他，笑得很深。他偶然抬眸，吓得浑身一抖，拿汤匙的手不停打颤。裴离扯笑：“嫂子，要再不喝就凉了，您喝完。”我正好把碗刷了，我接过碗，搅动药汤，想到一个完美的主意，垂眸淡笑：“会喝完的。”突然捏住他的下巴，婉言按进裴离的口中，但不是我。他像一条被丢进热汤里的鱼，垂死挣扎，抵死挣扎，在他剧烈抖动的瞳孔里灌干了整碗，一滴不剩。裴离当晚进了医院，可惜只是慢性毒药，他人围了一整圈，是裴启搀回来的。我凑上去，笑盈盈地问：“哎，原来你没下剧毒？”裴离望向我的眼睛里充满恐惧。裴启一头雾水：“什么？”裴离率先开口：“哥哥，那碗药是嫂子强灌下去的，嫂子她下毒害我。”我不仅没否认，还笑着点点头。他很震惊，未知的恐惧铺满泪眼。更震惊的是，裴启没有和我吵架，已经把我锁在家里了，还能对我怎么样？杀了我吗？裴启失望地指我，抱起裴离与我撞肩而过。那晚，隔壁传来裴离的哭声，不用猜，定是向裴启诉苦，装可怜，求关注。突发奇想的，我捏着手机走到隔壁门口，轻拧把手，打开小缝。裴离靠在裴启肩上，眼圈湿红，时而抬头，用扑闪的泪眼向裴启放电：“哥哥，我好怕某天您下班回家，再也见不到离离了。”裴启拂去那滴泪：“你嫂子不敢。”裴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嫂子介意你我不是血亲，她早晚会把我赶出家门。哥哥，你和她离婚吧，离离会照顾你，不比季堂差。她能做的，我都能做。裴启面色一黑，语气却还算耐心：“离离，妻子和妹妹我都爱，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譬如男女亲热，我和她可以做，和你不行。”他认真道：“我可以。”边说边解衣服开睡衣，半露白花花的胸口。只要哥哥愿意，离离可以亲密生子，这些我都愿意。裴启连忙按住他包衣服的手：“离离，你不能。”却被裴离猝不及防地吻亲上嘴唇。他甩开他，退下床，气喘吁吁，满眼震惊。至此，我按停录制键，转过身。房间里透出一句清甜的女声：“裴启，我对你的男女之爱，你才感受到吗？难道感受不到吗？”我摇头失笑，毫不犹豫地回屋锁门。裴离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爱裴启的下场会很惨哦。不急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中药喝完了，很快
昨天还有半袋，今天一丝不剩。不用想，又是裴离在搞鬼。我套上衣服准备去医院取，他却给裴奇打电话告状，大呼我要逃跑。裴离不应该最希望我逃走吗？看来他又憋了一肚子坏水。电话那头，裴启威胁我几句，便安排医院上门送药。来者正是苏介白。刚走入卧房，门被人从外头上了锁，任我们俩如何拍门也没有回应。拍着拍着，苏介白面色潮红红润，呼吸喷热急促，长眸里火光腾起，似是在克制什么。苏医生，学长，学长，你怎么了？苏介白，苏介白，我上前缠他，被轻轻甩开。季堂，你别叫我的名字。进门时喝了一杯茶，茶里有药。他一字一句吐得艰难，我立刻会意，叫苏介白来下药。锁门是裴离的手笔，他想让我和苏介白乱性，并被裴启抓个正着，借此裴家必然不会留我，裴启只会和我离婚，出轨离婚，我会净身出户，工作封死，裴家会动用一切力量为难我的生活。苏介白噌一起身，高高的个子压在头顶，眼睛黑得吓人。他要我向后退，不行。苏没等我说完，他转身蹒跚进浴室，啪嗒上锁，传来哗洒的流水声，大概冲了1分钟冷水，一抹湿润的手影印上浴室门玻璃。苏介白声音轻明了几分，放心季堂，我当然不会伤害你。门外声音越来越碎杂嘈杂，突然大门一开，裴家上下老老小小全都堵在门口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裴启率先掐住我的脖，眼红得快滴出血。奸夫呢？苏介白呢？我奸夫倒是没有。苏介白在卫生间，裴家长辈一窝蜂冲锋破卫生间门，拽出面红湿身的苏介白。裴启正要冲上去打他，被我一耳光扇懵在原地。季堂，你为了他打我，我不止打你，我还打他。抬手重扇裴离一个耳光，裴离缩在裴家长辈身后，朝我又指又骂。这个出轨的奸妇竟然敢打我！议论声中，我拔高声音说我出轨，证据呢？难道你们亲眼见到我和苏介白在床上赤身苟且发生关系了？裴离扬起脖子说不准，你们刚完事，已经穿好衣服了。我这么快？你以为是裴启吗？众人面面相觑，裴启脸色已然挂不住了。我走至众人中间，办事就会留下东西，咱们大可以去医院走一趟，一查便知。我问心无愧。当然，裴家带儿媳妇医院见真这种话题，明日一定会报登上热搜。裴离叉腰，报就报。裴父连忙摇头，不可，坚决不可。裴离，爸，季堂是在吓唬我们，您别上当。裴母，你爸说得对，裴家生意大，冒不起这种风险。利益面前，裴家什么都能舍弃，这也是我要的答案。裴启仍死死盯着我。季堂，不查不代表你和苏介白没有奸情。我笑笑，将监控回放推至众人眼前。监控回放足以说明一切，这里不只记录了我和苏介白的清白，盯着裴离径直走去，还记录着你们兄妹两人的禁忌奸情。裴离偷带婚戒、汤药下毒，以及兄妹两人在床上接吻的画面，裴家长辈依次传看，都黑沉了脸。裴启一脸不敢置信。季堂，你在家里装监控？不然我怎会知道你们兄妹发展成情人情侣了？这是误会。他暴躁冲来，被裴父一脚踹翻在地。裴父转身向我赔笑脸，堂堂，视频就删掉吧，再怎么说你也是裴家的一份子，
有事好商量，别闹这么僵。裴母也拥上来，是呀，糖糖，只要删掉视频，你开什么条件都行，什么条件都行，什么都行。我有2个条件，第一，把裴离赶出裴家。裴离抱住裴父的大腿不松手。不，爸妈哥哥，你们不能抛弃我。裴启，季堂，你别做太绝。我转身离开，又被裴家长辈拦住。裴父妥协，我们答应你。爸妈，我求求你们住嘴。裴家养你一场，你却肖想自己的哥哥。从今以后，你和裴家再无任何关系。裴离抱住裴启的腿，苦苦哀求，可裴启淡淡看一眼，抽腿甩了他一脚，随意的像踢走街边的塑料袋。最后，他被佣人拖出裴家，成了路边的塑料袋。这就是裴家人，利欲熏心，专断无情。和裴家提的第2个条件是财产对半，公平离婚。他们死活不同意。裴家扔了个养女，又走了个媳妇，任谁都能猜到发生了什么。我拿监控要挟，他们也不怕，大有鱼死网破的打算。不过思来想去，倘若和裴启离婚分开，我便很难接触到他，接触不到这个人，又怎能夺走他的命呢？糖糖，不离婚好不好？裴启他知道错了，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，来日方长。我扭头一笑，好啊，来日方长嘛，拖着病体和有限的时日，博裴氏家业和后代的命，也不算亏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还算乖。照裴启话讲，过去的糖糖回来了。回来个屁！回来送你一程。我整日苦思，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对裴启下手。终于某日，失踪几个月的裴离来信约我见面，见面地点市区旅游热地乔山。新闻报道这几日有流星雨，来乔山露营的人颇多。我们在山头扎寨，裴离向我道歉，说被裴家赶出后身无分文，说从前捧着他的朋友翻脸不认人，说陷害我是受感情蒙蔽，说他想与我联手除掉裴启。我感到好笑，因爱生恨。他抹了把眼泪，你不也一样吗？我垂头笑笑没说话。裴离说，山腰破旧的库房，保暖又防风，是看流星雨最好的位置。我随他进去，越走越深，电话响起，他略带歉意的笑笑，与那头低声交流。到了，你们快来吧。电话挂断的那一瞬间，我劈手而下，把他击倒在地。待他从混沌中反应过来，我已站在门外，一点一点关闭仓库大门，最后一丝光的缝隙里挥了挥他的手机，抛至悬崖深渊。紧闭的大门里，裴离哭得撕心裂肺，先求饶，而后气急败坏地咒骂。我走得很快，几个壮汉与我擦肩而过，望着仓库，目光如炬，贪婪又凶狠。其实早在裴离约我之前，他的资金账户就透露异常了。他带了一大笔钱，用于雇佣一批打手。今日见面，无非是取我性命。他心术不正，做事痕迹太重，我只好用他自己亲手构造的一切送走他。山顶，一道亮丽的弧线划过夜空，我眯眼深呼吸，感受微风拂面，许久不见的舒畅贯通全身。风停时，我拨通了裴启的电话，哭过一般，老公，救我！裴启跟随警察赶到，裴离浑身血迹斑驳，已经没了声息。壮汉们被当场逮捕，押上警车。我拉着裴启登上无人的悬崖，风一般扑进裴启怀里，向裴离学做一只受惊的小白兔。他很受用，抱紧我，仿佛要把我揉进身体。在他一遍遍安抚呢喃中，我轻声开口，如果我说那批人是我雇来杀裴离的，你会不会告发我？
他身子一僵，眼里两股力量挣扎闪烁，最终无奈地叹口气：“不会。”我蹭蹭他的胸膛：“为什么？失去裴离会心痛，但失去你，我会死。”他信誓旦旦，眼神像求婚那天一般坚定赤诚。我像个陷入爱情的女人，紧紧环住他的腰，深深的眼瞳却盯着他背后的悬崖，暗笑。他或许不知道，倘若他刚才说会，那座具黑洞洞的悬崖便是他的结局，但那一推会化为污点，沾染我的后半生。而现在，我想到了一个让他亲手送走自己的办法。回家后，警局传我做笔录，他们发现案发当天我有在场的痕迹，而线索来自我亲手发给警方的匿名信。不止，我也同样发给裴家长辈，一人一封。就这样，我成了众矢之的。裴家长辈日日来闹，强迫裴启与我离婚。裴启把我护在身后，堂堂才不是凶手。裴父气的胡子都歪了，是不是凶手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这一丝嫌疑会为裴氏企业埋下一颗雷，足以轰塌我们全家的基业。任他们如何劝阻，裴启心意已决，与我十指相扣，以为自己是为爱冲锋的战士。喜欢自我感动的他，最享受这种化身救赎者的成就感，不是吗？裴家老少日日叨扰下，我的精神每况愈下，时常苦兮兮的落泪，时而吵他让他抱。为了稳定我的情绪，裴启接连几日不去上班，丢了个大项目。长辈们冲来，指着鼻子骂我。当晚我疯病发作，大吵大闹，最后落入裴启怀里。在他怀里，我掏出一张孕检单，裴启，我怀孕了。裴启高兴得得发疯，抬手要给裴家长辈报喜，被我一把按住。不要告诉他们，他们会强迫我打掉孩子。裴启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和你血脉相连，你会让他平安降生的，对吗？他乖巧地点点头，温柔的声音蛊惑他：我们出国吧，就当陪我散散心，等孩子降生，我们再回来。他沉浸在喜悦中，没思考就答应了，急着订购机票，又被我制止，皱眉：案子没结，我还没有出国的权限。裴启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眼睛一亮：不如我们偷偷跑出去，这怎么行？有点危险。不危险，听说那里有不少国人，交流不成问题，只要我们带够钱，住个安全的地方不就好了？看他迟疑，我嘟起嘴，整日被人骂，被人赶，没等孩子出生，我先抑郁死了。看来我和孩子也没那么重要，不如离婚算了。裴启连忙抱住我，柔声哄弄：好，我答应你，糖糖，都听你的。当日凌晨，天还未亮，我吃坏伤东西耽搁了一会，赶到渡口时，船已撤了岸板，正在起航。任裴启如何叫停，船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我来不及了，我们跳上去吧。裴启一脸担忧：我倒是没问题，只是你……我抚上小腹，你先上，再拉我一把，时间紧急，只能这样了。裴启飞身一跃，晃悠两下才站稳。他转身朝我伸手，笑了下：距离有点远，别怕，我会接住你。船继续航行，我站在岸边，看他飘在船上，离我越来越远。他也愈发焦急，吵着让我快点，快点。我静静立在那，晨风吹鼓衣衫，又从衣衫溜走，汇成一只无形的大手，推着大船向大海深处航行。我们在彼此眼里结成手掌大小。裴启才反应过来，气急败坏的咒骂，朝我吐出各种肮脏之词。可今天的风顺我而行，我听不见，并笑着将那些话带给他。裴启，那张孕检单是假的，这段时日我对你的依赖、顺从都是假的。
今早我坏东西也是假的，是故意晚点，让你先上船。还有，那批人是裴离雇来杀我的，你替我隐瞒的样子真的很好笑。他恳求别人放他回去，他说他要杀了我，他说他是被骗来的，可无人理睬，像只热锅上的蚂蚁，暴躁、绝望、愤怒、癫狂。我朝他挥挥手，他沉没在狂风里，再无踪迹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他踏上一条被爱包装的死亡游轮，与岸边的兄妹渐行渐远。倘若当初裴启中途叫停，或许今日我也会反悔。可船一旦起航，哪会有回头路？海岸线开始清晰，天也泛白，太阳浮出水面，是黎明啊！黎明到了，裴离案的真相水落石出。通过通话记录，警方发现裴离与壮汉们串通一气，目的在于杀我。我不仅洗清嫌疑，还成了网民们的怜爱对象。趁此时机，我向裴家申请离婚。裴家丢了个人，本不同意，热心网友们集体施压，助我打赢这场离婚案。也因此，我分得裴氏一半财产，荣升单身富婆。裴启失踪后，裴家人屡屡约我见面，不死心地询问他的下落。我淡定地喝口咖啡。当时你们恨不得他赶紧离开我，现在如你们所愿，他摆脱我了，你们怎么能问我呢？他们下跪哀求，一改往日颐指气使的模样。糖糖，如果你知道阿奇的行踪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他是裴家的独苗，那可是一条命。我感到好笑，为了给裴离输血，我现在也吊着半条命。这半条命，你们打算怎么还呢？他们傻了眼，瘫在地上，看着我毫不留恋的背影，仿佛看到裴家大厦将倾、人财两空的未来。苏介白辞职后，在当地开了家私人医院，边当老板边当医生。我去过许多次，他过得轻松自在。一直以来，我对他抱有歉意，可那出下药捉奸的大乌龙仿佛并没影响我们的关系。他还是那样温柔细心，一见我就笑。顶楼的病房是我的专属，听护士说，房间布局每个陈设都由苏介白亲自设计，就连窗边的海棠盆栽也是他亲手栽种。苏医生每天早班一到，第一件事就是上楼浇水。护士边说边一脸羡慕地朝我笑，我回笑，看向窗边盛开的海棠，心轻轻一颤，仿佛一滴水坠入死水深潭，荡出圈圈涟漪。我不清楚身体恢复得如何，只知道自己很开心，每天都很开心，人也比以前精神许多，一切都很美好。苏介白要出国参加一个针对我病情的专家研讨会，是明天的航班。头朝向他，躺在检查床上，做出发前的最后一次检查。他不经意一低头，两双眼睛瞬间对视。我抬手抚上头顶的俊颜，轻轻开口：“苏介白，我等你回来。”闪动的眸光里，他轻身印上嘴唇，轻柔落吻，鼻尖顶着彼此的下巴，温暖缱绻。闭上眼，耳边海风呼啸，崭新的巨轮就此起航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